之前我们聊了捷克和斯洛伐克，大家知道这两个国家的首都在哪里吗？捷克的很多人都知道，布拉格比较有名的城市，而斯洛伐克的首都大家知道吗？我也是念了很久才熟悉这个名字，布拉迪斯拉法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个国家的首都有什么可玩的，走吧。首先来看看去这两个城市的交通便利度。布拉格从东德过去非常的近，尤其是德累斯顿。而布拉迪斯拉法，多数都是去维也纳或者去布达佩斯的路上经过一下，城市要小很多。相比较老欧洲，这两个国家的消费你可以大胆一些，不过货币用的是不同的，捷克用的是捷克克朗，斯洛伐克用的是欧元。饮食方面，我觉得中欧都差不多，像是猪肘、炸猪排、猪肋排，捷克还有鸭肉。不过两个国家的啤酒确实非常可以，相比较难得有自己的特色，爱喝啤酒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。吃饱喝足，咱们去逛一下。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交通，如果在布拉格待的时间超过1天，那就建议购买24小时票，几乎每个地铁站都有售票机，购票过程也非常简单，买完记得打票，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坐地铁、电车或者公交车，甚至日票还能坐佩特人山的缆车。不过现在是出于安全原因停了，具体什么时候开放还不知道。布拉格的室内交通整体还是比较便利的，马路上电车非常的繁忙，它的地铁站非常的深，城市也比较大。布拉格很多人会想到布拉格广场，因为蔡依林的一首歌。其实布拉格的广场最知名的应该叫老城广场，不过这里没有许愿池，也没有一群白鸽，因为这里立着一个宗教改革者胡斯的雕像，所以这里也常被称为胡斯广场。这个胡斯是捷克的宗教改革先驱，最后是被罗马教廷判处火刑，从而引爆了胡斯战争。这个战争也被称为波西米亚战争，发生在1419到1434年之间。这个广场上最知名也是布拉格的标志性建筑，就是这个天文钟。这个天文钟是一种机械式的星盘，上面有太阳和月亮在空中的方位，是中世纪的一种天文学设备。如果你到这个广场来游玩，快要到准点的时候可以等一等，因为这个天文钟在准点报时的时候，上面的这个窗口会打开，根据宗教雕刻的耶稣12使徒的雕像就会在这个窗口中轮流出现。在老城区的这一侧还有很多可看的，比方说卡夫卡雕像，我们所熟悉的小时候的课外读物，比方说《变形记》，就是这位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德语作家写的。这个雕塑会变形，会转向。有时候走在布拉格的街道当中，抬头一看，上面挂着一个人，不要惊慌，这是当地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。走街串巷之中，还会路过哈维尔集市，早上没什么人，但是到了中午和下午，人就非常多，非常热闹了。还有一个很多游客会去的地方，就是布拉格市立图书馆，它的门口有一个图书塔，可以拍出很棒的照片，但是排队的人会很多，赶时间的话就要斟酌一下。排队排老长了。不仅是老建筑，布拉格还有一些新的建筑也逐渐成为了地标，最有名的就是跳舞的房子，这个是解构主义建筑师弗兰克·盖里和前南斯拉夫籍建筑师米卢尼克共同设计的。
河的另一边是布拉格城堡，这条河叫伏尔塔瓦河。著名的捷克作曲家斯梅塔纳曾经写过一组交响乐，就叫伏尔塔瓦河。这条河上有一座古老的桥，叫查理大桥。原先这座桥就叫石桥或者布拉格桥，建成于15世纪，到1870年开始才被称为查理大桥。这个查理是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位皇帝，同时他也是德意志国王，也是波西米亚国王。他的成分就比较多了，父亲是卢森堡王室的成员，母亲则是波西米亚王室的成员。桥上有非常多精美的雕塑，但从1965年开始，所有的雕像都陆续被搬到了博物馆，现在所看到的都是复制品。河的另一岸是佩德人山，不过之前说过缆车在修，可以在山坡上休息一会儿。而另一旁就算是布拉格最重要的城堡，这其中那栋高高的建筑就是圣维特大教堂。这个布拉格城堡是历代波西米亚国王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住所，也是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和现在捷克共和国总统的官邸。这里友情提示，如果你想上洗手间的话，在城堡的入口处以及教堂旁边有2个免费的卫生间。在城堡这个区域有一个大的平台，可以俯瞰布拉格。布拉格如果细细逛，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逛的。相比较而言，布拉迪斯拉法规模就小了很多，一般都是匈牙利、捷克之间顺便到一下这个城市，或者是在维也纳想去周边玩一玩，因为它跟维也纳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，光看距离的话就已经像是卫星城了。布拉迪斯拉法这个名字比较长，相对也比较陌生一点，所以它还有一个缩写的简称叫布拉瓦。那为什么会陌生呢？因为在历史上它更知名的名字叫普雷斯堡。这个布拉迪斯拉发是在奥匈帝国解体之后，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于1919年才正式官方确认的名字。之所以要改这个名字，是因为这个名字更像是一个斯拉夫语的名字，因为斯洛伐克多数是斯拉夫人，而原先这个普雷斯堡更偏向于一个德语名字。这个城市真的不大，交通基本靠走就行了，吃的东西也差不多，炖肉、猪肋排还有啤酒。布拉迪斯拉发的城堡要去看一下，上面的景色很不错，也可以看到那个 UFO 桥。其实这里高楼也挺多，但这里人口不到50万。另外就可以在老城里面逛。时不时还有一些雕塑，爬窨井盖的男人。总的来说，2个地方还是值得一去的，尤其是布拉格。另外抛开景点不说，这2个地方的物价真的是感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下期再见。